不少刚加入养花大队的朋友都喜欢养多肉，或者可以说，因为养了多肉才爱上养花。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养多肉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土壤总是会板结，裂成缝难看不说，还会影响到根系，然后影响植物生长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今天花花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应对多肉土壤板结。一、正确判断是否板结。板结，顾名思义，是土壤的表层变成一块一块板子的样子，然后粘结成块的这种状态。但是我们在养护过程中就会误解这一现象。这里以其他花卉为例，在很多花友的印象里，只要是能拎着肉把土壤从花盆里整个拖出来，土壤还保持着花盆的样子，就会觉得土壤已经板结了，然后就会想要脱土修根翻盆了。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，你可能仅仅是误会了而已。比如图片里的这盆碰碰香，看起来土壤已经变成了一大坨硬硬的东西，但实际上只要一浇水，就会发现水分会快速的下渗到土壤中。从这株碰碰香长得这么壮实，就可以看出，似乎你以为板结的土壤并没有影响它的长势。再来看看它的根系情况，稍微拍打掉一些黄土之后，可以看到有发达的根系露出来，根系几乎扩散到了整个土壤当中，粗壮而且结实，所以它并没有板结。二、板结现象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该怎样看出多肉土壤板结呢？接下来花花就列举3种情况。当发生以下情况的时候，就可以视作土壤板结了。一、下渗缓慢。颗粒土一般都有着神一般的吸水速度，基本上是你一边浇水，水分就一边渗下去了。如果你发现你浇水的时候，在颗粒土的土表竟然能形成积水，甚至停止浇水后的很长时间，积水才能慢慢的下渗，那就说明你的土壤板结了。二、冒泡。颗粒土吸水后，一般会将盆土中的空气从盆底的排气孔慢慢排出。这个过程你可以听到土壤吸水时畅快的嘶嘶声。但是如果你发现土壤表面会因为你浇水而咕噜咕噜的冒泡，就说明土壤的透气性已经降低，气体不能均匀的排出，而是从某些薄弱的地方集中冒出来，这也是土壤发生板结的信号。三、排水不畅。如果你浇透水之后，发现花盆底孔出水变得不畅快了，一般只有你浇了很多水，造成盆体积水后，才有少量水从盆底露出来，就说明盆土发生了板结。三、板结原因。一般来说，土壤板结的原因，一是因为土壤中使用的颗粒土。颗粒土能够增加土壤的透气性，按理说是不会板结的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很多颗粒土质地比较轻，非常容易粉化，这样就会造成土壤板结。二是浇水的硬度太大，导致土壤盐碱化，从而发生板结。三是因为多度使用化肥，导致土壤里的有机质过度流失造成的。板结的土壤保水、保肥以及透气性都会下降，导致植物的根系无法正常生长。所以土壤是不是板结本身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土壤板结会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，造成植物根系无法在土壤中扩散，生长缓慢或者营养不良的情况发生。预防土壤板结的方法。第一，盆土的好坏关系到养花的成败，所以选择好盆土很关键。盆土要保证疏松透气不积水，又具有一定的保水保肥能力。另外，不要使用质地过轻的颗粒土。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颗粒土，我们可选一些质地坚硬的颗粒土，如火山岩。这样即使我们浇水，土壤也不会轻易的粉化。其二，日常浇花时要慎用自来水，因为新鲜的自来水中含有较多的漂白粉及氯气等成分，经常使用会让盆土板结，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盆土的盐碱化。最好用隔天贮存的自来水，这样可以极大的减少盆土板结概率。而且对于养多肉的花友来说，为了顾根、保湿、美观，都会给多肉用上铺面石。但当我们买回来时，也留意到了颗粒土带有粉末，这粉末其实是盐类精化，它与水反应易，导致土壤板结。因此我们需要把颗粒土进行简单的清洗。其三，定期给盆栽松土，能有效防止土壤板结，增强土壤的透气性，提高根系的吸收能力。
尤其是下雨过后，一定要给鹿养的盆栽松土。第四，如果日常施肥时一直采取化肥的话，也会导致盆土板结。应尽量少施化肥，多用有机肥。因为有机肥在不断的转化分解过程中，会使盆土产生微小空隙，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，增加盆土透气性，并且还能不断给植物提供养分。4. 如何给多肉换盆？如果土壤已经发生板结，这时候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给多肉换盆换土。在多肉植物的养护过程中，换土换盆是一个关键环节，它不仅关系到植株的健康，还直接影响着多肉的生长速度和形态。多肉植物的换土换盆最佳时机通常是在春秋两季，此时病菌较少，气候温和，有利于多肉快速适应新环境，加速浮盆过程。夏季由于气温高，多肉植物容易遭受热害，且病菌活跃，因此应避免在此时换盆。但如果非换不可，建议采用带土换盆的方式，以减少根系损伤和植株压力。换土换盆的具体步骤： 1. 换盆前的准备。换盆之前，先看一些未来15天的天气，以晴天为主，温度稳定的话最好了，这是理想状态。如果你到了非换盆不可的地步，也可以忽略不计。换盆前，起码2到3天不要浇水了，让多肉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干燥的状态，这样脱盆方便，根系的状况更明显，处理起来更容易。2. 脱盆与修根。首先将植株从旧盆中取出，轻轻抖落根部附着的泥土。小花盆很好脱盆的，肉肉一提就出来了，但有些小口大肚子的花盆就不容易了，可以利用小铲子松松土，慢慢挖出来。有些实在处理不了的，只能摔破花盆了。脱盆之后，检查根系状况，多肉的根很细小，干燥的土抖一抖就散了。如果土壤板结，和根长到了一起，就直接扒掉，很多毛细根掉了也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随后剪除枯萎、病弱或过长的根条，确保根系健康。用来修根的剪刀需要做好消毒，剪口处涂抹消毒剂，防止病菌感染。3. 晾根与准备。修根后，最好泡20到30分钟多菌灵，相当于给肉肉打个预防针，以免根系损伤后容易黑腐、溃烂，也可以提高浮盆的成功率，做个健健康康的肉肉。随后将修剪后的植株放置于阴凉通风处，让根部切口自然干燥，一般需晾根1到2天。趁着晾根的间隙，可以来配土啦。在配土方面，多肉植物偏爱疏松透气、排水良好的土壤，可使用泥炭土、珍珠岩、蛭石等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，或根据多肉生长阶段和地域特点调整土壤成分，确保植株得到适宜的生长条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多肉配土需要因地制宜，按照自家的情况来，每家的环境都不一样哦。比如你家不太通风，也比较潮湿，建议用颗粒多一些，就是营养土、椰糠土、泥炭土打底，放多一些火山石、珍珠岩之类的，甚至可以用70%到90%的赤玉土来养，效果很不错哦。如果你家很干燥，就可以按照正常的配土，可以用沙土或者营养土比颗粒5:1的配比，这样保水性会高一些，多肉叶子不容易干瘪。4. 花盆的选择。多肉适合小花盆，浇水不容易闷根，而且还不占地儿。从多肉角度来说，建议用陶瓦盆，越透气越好。塑料盆其次，带光面的釉质花盆不透气，养多肉越养越小，还容易死掉哦。5. 上盆与浇水。准备上盆前，可以先把配好的土打湿，微微变潮的时候上盆。这个方法适合刚买回来的多肉，还有阴雨天换盆的肉肉，刺激性不强，不容易烂根。其他情况也可以干土上盆后再浇透水。上盆时，可以先在盆底垫一层小陶粒，直径0.5到1厘米的就行，高盆可以垫多一点，矮小的盆可以不用垫，在底部的小孔上放一片化妆棉或网布，防止水土流失。垫好后，上一层土，盆深度够的话，可以再撒一点沤熟的羊粪肥，一点点就行，多肉很迷你的。然后继续上土，到了花盆中部位置，可以把多肉放中间栽好，注意根系分布均匀，不要过于拥挤，然后继续填土。种好后浇定根水，浇水时避免直接浇在植株叶心，以免水分滞留导致腐烂。浇过定根水后，需要暂时控水，以促进根系生长。合理浇水，避免水分过多，造成根系腐烂。6.
缓苗与养护，换盆后的多肉植物应放置于散射光处，避免直射阳光，减少水分蒸发。待植株适应新环境，恢复生长后，再逐渐增加光照和正常浇水。遵循上述步骤和注意事项，可以有效提升多肉植物换土换盆的成功率，让它们在新环境中茁壮成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应对多肉板结的经验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